我想逃离城市越远越好，我想找一个没有任何游客的傣族村寨，享受宁静。所以有一天，我骑车离开西双版纳的城区，骑了好远好远，真被我找到了一个仿佛世外桃源般的古寨。原本想寻找的宁静，却遇见了一个古寨一年里最热闹的团聚。傣族人过傣历新年啊！我在这里吃到了难以置信的傣族菜，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这趟不可思议的乡村奇遇？这个就是傣族同胞的这种生活态度，我觉得特别好啊！我来这吃个米线，然后吃的过程中啊，真也是神人了，就在这个餐厅门口烧这些垃圾啊，然后乌烟瘴气的，直接飘到里面去了。西双版纳东盟国际正在搭建一个舞台，这个城市呢，正一步一步迈向它的这种节日的高潮。接下来呢，几天将是这个城市一年里最隆重的一个。因为我这个头发很碎嘛，然后呢，它那个老是碰到这个眉毛这里，感觉好痒啊，所以就把这个围脖这么搞，给绑起来自成一派啊。因为在景洪市啊，大部分城区呢都是禁无人机的，所以呢，我来过2次西双版纳，但是没有任何航拍。我们可以借助它这个城市的宣传图看一看景洪市的航拍啊，这些楼房拔地而起，然后湄公河或者澜沧江穿城而过，四周呢是这种低矮的山丘啊。今天我想离开有游客的地方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往这个城市的郊区开，看看呢去到哪个古寨，然后就逛哪个古寨。曼沙古寨，这古寨就不像昨天去的那些寨子啊，那么多游客。这飞机里。曼沙古寨离机场这么近啊，看还挺安静的这个寨子。昨天去了2个寨子吧，西双版纳周边的寨子都很多游客，我还是喜欢比较安静的一个寨子。您已在运营区边缘，提出运营区车辆将断电。曼沙古寨，孔雀。昨天在那个曼弄峰啊，也遇到过这2个这种神兽啊，既不像龙，也不像狮子啊，可能是傣族这种神话里面的一种瑞兽吧。翻了一些资料了解到，在傣族的文化中，龙、象、狮子呢代表着力量与神圣，于是人们把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，创造出了这种独特的神兽啊，它像狮子，也像龙，甚至有一点大象的影子。它们通常呢，出现在村口或者寺庙前啊，这是一种守护的神兽啊，像一位沉默的守卫，守护着整个村寨啊，守护着人们的平安。这是寨星吧？你看，这种一个人探索的村子，这种才有一种探秘的感觉啊！如果全是西西洋游客的话，就感觉什么都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哈，没有神秘感，也没有那种探索的激情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车放了门口，然后就慢慢的逛一下这里。鱼塘里面还有金鱼。
看，多么静美的村子！就不时有飞机轰鸣路过，打破这种宁静。可能生活在这个村子的人已经习惯了，就像是我们生活在铁路边的人啊，也习惯了这种铁路轰鸣而过的那种响声。曼沙村使馆，这么多鸡欢迎我。超市关门了，一个游客没见到。傣锦是流传在傣族民间古老的一种手工纺织工艺品，是傣族先民原始劳动的产物，也是傣族造型艺术最早期的表达形式之一，通过古老的手工纺织工艺图案设计创造出来的。怎么我感觉这里好多东西都是处在一个荒废的状态，好像是我想要发展旅游业，但是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又放弃了的感觉。你看，都是这种现在变得这个杂乱无章的感觉了。每隔几分钟一趟航班经过。你看这是东倒西歪的哈。如果不是轰鸣而过的飞机，这里的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。根据村史馆的资料，这个傣族村寨叫曼沙。传说很久以前，佛祖路过这里，听到村民诵经结束后，双手合十，口中发出沙沙的声音，于是这里被称为曼沙，意思为诵经声的地方。过去这里的人们主要种植水稻为生，生活并不富裕。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随着农业改革，村子慢慢发展起了橡胶、香蕉和各种热带水果种植的产业。到了今天，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寨主要以傣族为主，一边保留着传统的傣族建筑跟生活方式，一边呢也在发展旅游，迎接全国各地的游客。曼沙村就在这个大马路边上，所以呢，用这种铁丝网给围起来了这边是马路，这边是沿着这个马路分布的村庄的这些民居。芒果树，你看，像这些木头房子，它的这个木柱上都爬满了这个藤类的植物本地人就是聚餐吧。一楼呢，通常就是堆放杂物然后圈养家禽。2楼呢，才是生活作息的地方，厨房呀。
可能已经没人住了哈，只是还留着这个老房子，搬到这种城市里面的崭新的商品房里面生活了。要不住木头房子还是冬暖夏凉的，散热比较好。这个用网布围着的，就像橄榄。这些是什么？它这个是哪里找来的？是蓝山姜，江里面捞出来的。昨天我去蓝山姜去拿了一大条了。哦，就是用那个水网把它捞起来的。捞起来，然后砍断掉，一节一节的，然后洗干净了，拿来烘干，烘干以后再晒。再晾晒。晾晒。晾晒以后再碾磨成粉。对。平时嘛，平时嘛天气热嘛干了。今天没那么热啊。今天嘛有点阴。您是专门卖这个，还是说你也是做那个美食的，开餐厅的？我是专门卖这个的。啊。这个比如说卖的话，能卖到什么价钱呢？可以卖到200-300块，这里。这么多才200-300？你这忙活几天才卖200-300？比其他的要卖得值钱一些，要好几道工序的。为什么这么便宜？才200多块钱，这么多？干起来嘛，只有1公斤，1公斤才卖得300块。1公斤能卖300块？这里肯定不止1公斤呀。干起来没什么重量，还要晒干，好几天才干的。很轻的。很轻的。今天天气不好，晒不干。像那边是干嘛呢？这么热闹呢？他们过傣历新年了，提前请亲戚朋友来吃饭，20桌。哇，就是本地人过傣历新年。对。原来是这样。好热闹啊！谢谢你啊新年快乐啊！我想起我在西双版纳吃的糯米饭就撒上这些是什么呢？在傣族的饮食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调味料青苔，它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水里滑滑的青苔，而是从江河石头上采下来的天然水生藻类。当地人呢会把它洗净晒干，再晒到完全干透，最后碾成粉。这种青苔粉呢带着一种淡淡的水香和微微的鲜味，在做菜的时候呢撒上一点，味道就会变得很特别。在傣味里，它常被用来搭配凉拌呀、蘸水啊，或者和辣椒一起冲成调料，是很多傣族当地从小吃到大的味道。傣族的民居都是自由进出的，没有这些门或者是桅杆在糯米粑粑在我要寄送了，他们3点要。那你忙您的。哇，这个白酒的那个酒味扑面而来。傣族人民傣族同胞已经过傣历新年了，提前了2-3天吧。然后亲朋好友呢来家里做客，我就说为什么这么热闹摆了20多桌都是变成柳州了也是。不做水人们好死了么3波的呢。提前过，这个是每个家有那个提前过的，个人可以提前。统一的是15号，今天是提前
这个是傣族的一个主菜啊，过年必须有的牛肉酱，这男人吃了强身健体。剁参啊，第一次吃啊，可以，还是好吃，很香的。桌上的傣族朋友隆重的向我介绍这一道菜，叫傣族传统菜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食物，叫剁参。听起来像是牛肉酱，但它其实是把新鲜的牛肉剁碎后，拌上辣椒、香茅和各种香料，也就是完全生食啊。有些人可能会不太适应，酸辣鲜啊同时爆发，是很多当地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味道。这边傣族特色牛肉剁成酱，然后一起在蘸着吃，试一下，推荐。一点，牛轧没味道的。你那个上班算什么？啥别汤。啥别汤？微苦。啊，啥别汤。这道菜呢也值得一说啊，是傣族传统饮食里面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。它叫啥别汤，是用牛的内脏汁调出来的，最大的特点就是苦，再加上辣椒和香料啊，味道又苦又辣，但是又带一点点回甘，当地人非常喜欢，甚至觉得越苦越正宗。啥别汤也是这边特色。我待会儿要去蒙辣，那个山西吗？很多人都是喝白酒的。白酒。他们不喝啤酒，辣他们那边。来，白酒。来，我们试一试。来，心疼的，大哥。你要学的嘛，你要叫的嘛。有节奏感的，来。这个有。反正就是6声的。起来吧，老公。大哥。就是来到西双版纳以后，我在很多的地方，无论是这个节日的场合，或者是喝酒的场合，都能听到傣族同胞他们喊岁岁岁哈。这是因为在傣族文化中啊，傣语和泰语啊、老挝语啊属于同一语系。那么在各种热闹的场合，比如说敬酒、节日庆典，像泼水节啊，或者婚礼啊、朋友聚会啊，人们呢常常会一起大声喊岁岁岁岁岁啊。这个岁并不是年龄的意思，更像是干杯啊、祝福的声音啊，吉祥如意。喊得越整齐越响亮，气氛就越热闹，也代表着大家对彼此最真诚的祝愿。喝了一杯这个傣家的米酒啊，跟我们广西的米酒还挺像的，感受到了傣族同胞的热情啊，非常的热情好客。我远远的拍照，然后他就过来，喝一杯，然后又给我递了碗筷啊，又给我这个倒酒啊，真是非常的热情啊。我说新年快乐，他说每天都要快乐，365天有300多天是快乐的，这个就是傣族同胞的这种生活态度，我觉得特别好啊，就是不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吧，但是珍惜当下啊，活在当下。这个是我买那个阿姨的，1块钱一个，然后呢，刚买完她的，过到那边他们吃饭了，一定要给我2个这个傣家的粑啊，还有这个三角的。水井，每个傣寨都有一个水井啊，有个寨星，有个水井。这些高大的一个。刚才下了雨啊，现在雨过天晴啊，又晒出了大太阳，显得艳阳高照的啊，这些绿色变得更加翠绿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村寨啊，旅游呢倒是没什么游客，可以说只有我一个游客。今天，在太阳底下还有点热啊，在阴处呢就一点都不觉得热。这就是云南的气候特点。只要躲开这个太阳直射，哪怕气温很高，那都不会觉得特别热。
养了一些乌鸡啊、公鸡、小鸡。2楼的这个卧室永远是关着门的啊，1楼呢都是完全敞开的。这些衣服啊、鞋子啊、摩托车啊，还有这个吊床。相比昨天的曼乐那哈，我更喜欢这样的宁静的乡村。曼乐那的名气是这里的10倍、100倍。傣族古法造纸也是废弃了，没开下去啊。加上位置又相当的偏远，在城区以北，比较靠北的地方。像曼乐那，它能够这么知名啊，成为一个网红的一个傣族古寨呢，也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还是比较靠近城区的。像这一个村寨曼沙古寨呢，就吃了这个亏啊。你看它就在，我觉得在城区以北，可以说是北边的边缘，差不多到边上的位置了。中午了哈，人们就是在这个吊床上，或者玩手机，或者午睡。家里通常都有好多辆的这个摩托车的踏板的摩托车，还是摩托车出行比较方便。突然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，昨天我觉得那个曼乐那的古寨远没有这个那么的古典美啊，但是那里游客的话真的是络绎不绝的，反倒是这种古色古香的比较岁月静好的这种古寨，反倒是看不到任何一个游客。这个就是跟着1块钱买的哈，傣家的糯米粑粑吧，趁热吃了它。里面有一些是纸书吧，安静的寨子。这个清甜味儿，淡淡的甜味儿，很黏很糯啊，挺好吃的，好吃不贵。怎么会反差那么大呢？昨天有的寨子，那人都看不完，太多了，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这里一个游客都没看到。我们看到这个吊床是可以收纳起来的啊，现在已经收起来了。基本上5个屋子有3个屋子的这个地方是有人在这个吊床上睡觉的，都是木头结构的，有钉子啊。然后突然这种古朴的颜色突然出现一个金光闪闪的。这里还装饰了一个凉席，这个灯饰也是2楼的阳台，里面就是卧室跟厨房啊。像2楼的房间啊，通常都用锁着，而且门前呢通常都挂着一幅周恩来或者毛泽东同志的画像。这个村子太安静了。挂着好多的农具、渔具，这栋就是紧挨着大马路的一个民居了，用铁丝网围起来了。我骑来的这辆
小电车还在这里啊，已经过去了约2个小时了。在运营区边缘，提出运营区车辆将断电。紫的、粉的、白的，好多颜色的三角梅。在曼沙村啊，还是留下了挺美好的回忆的，合个照。左边就是曼沙村寨、曼沙古寨。现在我就是曼沙古寨的位置啊，在整个西双版纳景洪市城区的，可以说是最北边了。地理位置。它叫什么树？反正这果呢，它多好吃。你吃过了是吧？吃过没事儿，你看。好，我试一个。味儿。谢谢。一个要不着。这个河谷啊，栽满了芭蕉树啊，还有向日葵、玉米。那边的这些农民在采收什么东西呢？在离开西双版纳前往下一站位于中老边境的勐腊县之前呢，我去看了这个西双版纳城区的慢卖赶摆啊，全部的记录呢，在这集影片呢有分享。皮蛋葱、茄子加各种调味儿，哇！马路边上的一个赶摆叫慢卖赶摆啊，这个是景洪市为数不多，就是周一到周日都在赶摆的一个集市啊。哦，一般都是金色的，第一次看到白色的、白银色的，慢乱点。西双版纳停留了2天，今天来到了西双版纳站，出发中国跟老挝的边境。那里的话有直达老挝的这个磨憨口岸。每天在云南的晚霞都是这么艳丽呀，看。水饺夹酱面、3鲜馄饨、卤猪头、卤猪脚、卤香茶叶蛋，欢迎光临。接下来几天呢，将是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1年里面最热闹的几天了。什么赛龙舟呀，各种民俗大游演呀，泼水节呀，可以说是这座城市1年里面最巅峰的狂欢啊。可是呢，我却要离开这座城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2024年的时候呢，我已经体验过景洪市的这个非常疯狂的泼水节了。那么今年的泼水节呢，我将去到西双版纳下属的一个跟老挝接壤的一个县城，叫勐腊县啊，去那里过泼水节。我觉得在小地方过泼水节呢，可能会更加的地道啊，原汁原味，以及更松弛自由啊。毕竟游客没有那么多，但是精彩的程度呢，不输这个景洪市哈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坐高铁啊，去勐腊 ，Let's go。西双版纳景洪市距离勐腊县大概有100多公里啊，坐动车只花了约1个小时就到了。这辆车是从成都南开来磨憨站的，都是来西双版纳过泼水节的。扫清的物品到就近车门口下车。
We are arriving at 勐腊。下车注意脚下安全。到达了中俄边境的一个县城啊，可以说一步之跨呢就能跨到老挝这个地方。这个景象就很小地方了哈，很符合这个小县城的特点，就是它一个高铁站的话没有灯火通明的感觉，还挺暗的哈。如果是大城市的话，这里就是非常的勐腊站啊。朋友们以后从这个陆路去老挝的话，也可以考虑从云南的勐腊站啊，然后走这个磨憨口岸去到老挝的摩丁啊，中老铁路嘛。哎，这个边境的一个县城这么省电的，这我是没想到的，还挺黑的。看一下是打滴滴还是坐公交车。勐腊县位于中国云南最南端，隶属于西双版纳，与老挝接壤，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边境县之一。这里呢，地处热带季风气候，拥有大片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，也是中国少数人保存较完整热带雨林生态的地区之一。相比西双版纳的核心旅游城市，这里更安静、更原始，存在分散在山林河谷之间，生活节奏缓慢，充满了边境乡土气息。我准备在勐腊县过7天的慢慢悠悠的旅居生活。哇，哎，不是大床房吗？啊，它是一大一小的家庭房啊，还有麻将桌。这5楼啊，有空调。这里海拔说是有1000来米，会比西双版纳稍微凉快一点。消毒消防也是。哇，这洗手间挺大的呀，可以。马桶，还有这个水枪哎，这个水枪啊，是边境城市啊，也为了服务这些有不同生活习惯的人哦。我在昆明啊，在玉溪的酒店没见过有这个。这个酒店如果在泼水节期间在西双版纳景洪市的话，起码要300元左右，在这个它下面的县城啊，大概就是90块钱就能住到了。所以呢，这种叫错峰旅游啊，其实景洪市泼水节期间有的那些活动，这个勐腊县也有，它可能规模没那么大，但是这个精彩的程度，我觉得是相当的啊。街上怎么感觉冷冷清清的呢？这都到了这个1年1度最热闹的节日了哈，还在营业的餐厅主要是烧烤店，勐海烤大鱼，烧烤。原来热闹的地方是在南腊河边，那边在放烟花。缅甸巴拉达，哇，这个太多烧烤摊了。这个城市，这些灯光把那些烟气给烧烤，傣家烧烤，花溪牛肉米线，老板是四川资阳人啊，在这个边境小城开了一家牛肉米线店，贴了个广告，这里勐腊荣兴劳务公司大量招工啊！正常的这个重庆、四川那边吃抄手是没有薄荷的，叫入乡随俗啊。这个是现包的一个抄手，15元有15个，那个你看馅那么大。